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跟我一起学习中文。今天是2025年的，等一下啊，今天是2025年的11月17号。今天我们来学习 HSK 第3集的课程。好，那么来听老师的直播课哦，记得帮我点赞支持老师。好 ，OK， 好，我看一下，好 ，OK。那如果你觉得老师的课对你有帮助，你也可以成为我的会员。每个月只要1杯咖啡钱就可以支持老师的工作。欢迎 Hardwin、秀秀还有蓝墨。那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个比较难的字哦。Hello 白兰，欢迎。好，请跟老师念一遍。Hello Mandarin， 环保环境。好，那么这些词汇呢都跟环有关系，所以我们必须先知道环基本的意思。好 ，Hello 艾云，欢迎。好的，我们来看一下 ，Hello 裴静、慧君、Charles、林子，欢迎。好，那么放大一点。好，环哦，什么叫环呢？环的意思是圆形、环状的物体，所以这种感觉就是环。一般来说呢，圆形、环状，那它中间是空的，我们中文说中空啊，所以环这种东西呢，一般来说它是一个圆形，但是它是中空的，它是一个圆形，看不到。好，它是一个圆形，但是中间呢是中空的物体啊，像这种形状就是环状，我们中文叫环状啊。Hello Alexander， 还有心中、雅玲，欢迎啊，还有佩霞。好，那么对，好，那么像这个女生耳朵啊，戴着这个耳环啊，这个我们中文叫做耳环，英文叫做 earrings。好，这个耳环为什么叫耳环呢？古时候的女生哦，她戴耳环的时候都大大的，她们会戴这个耳环，有没有？哦，那大大的戴在耳朵这边，一个环状的装饰品啊，所以叫耳环。好，那么有些人呢会戴手环，对不对啊？很漂亮，有的女生会戴手环，男生也有时候也会戴手环啊。所以这个环状物，因为它是中空的，所以你可以戴在手上啦，戴在耳朵上等等啊。好，李娜娜戴着一对珍珠耳环。好，那么这个耳环上面有珍珠，所以叫珍珠耳环。好，注意量词哦，对，就是 pair， 两个的东西我们叫对啊，而且是两个大小形状都一样的东西，我们会说一对啊，一对。好 ，OK。那么我们知道环的基本意思之后，我们再多学习一些词汇。Hello， 月莹 Alexander， 欢迎。手镯跟手环呐不一样哦，手镯一般是玉做的。手环可能是一般的绳子或布做的所以手镯一般是玉或铁做的，比较粗一点好，那么我们看一下有哪些东西它是环状的，所以我们会用环来叫这样的东西。Hello， 宋平，好，比如说花环，好，你们知道花环对不对？一般来说，花环可能是过年过节的时候会送花环，或者有人，比如说你们去夏威夷去旅行的时候，夏威夷的人会给你戴上一个花环，对不对？表示欢迎你那在台湾我们叫花圈花圈乔马说没有这个按钮真的吗？
哦，我也不晓得为什么耶，乔玛，没关系，没事的啊。我知道乔玛最爱我了，都会支持我哦。好，那这个在大陆哦叫花环，然后在台湾叫花圈，有时候是结婚的时候用的，有的时候老师刚刚说过，你们去夏威夷的时候哦，夏威夷人会给你戴上花环，表示欢迎你啊，欢迎你啊，写给我一封信。乔玛没关系，你已经很支持我了哦，感谢你哦。圣诞节的时候吗 ？Mandarin，圣诞节的时候门上会挂着一个花环哦，真的，这个我不太清楚，因为老师没有过圣诞节。各位同学，你们觉得花环是什么时候用的呢？可能会有很多种不同的场合会用到花环啊，在台湾叫花圈哦，圣诞花环很好，圣诞花环哦，圣诞节有。好，诶，你们都知道啊，哦，花环哦，好 ，OK。那有时候花环没有像照片里面那么多那么粗啊，它可能有时候是一朵一朵花编成的啊，所以花环有粗的有细的，结婚的时候很好乐音啊。好，再来呢，你们一定知道这个奥运比赛，对不对啊？我们非常有名的 Olympic 奥运会，奥运会。那奥运会你们都会看到这个五环的符号，五环五个环代表的是五个不同的大陆，对不对？我们中文说洲或大陆，所以这个五环代表的是五个不同的大陆，五个不同的洲。欧洲、亚洲、美洲、大洋洲啊，还有非洲，对不对啊？好，所以这个奥运五环啊，这个叫奥运五环，代表的是五个不同的地方，五个不同的大陆啊。好 ，OK， 听得懂吧？好，这个是奥运五环的含义，奥运五环的意义含义啊。好。再来，如果你们到中国看到一些比较古老的建筑，一些这个宅院，中文叫宅院啊，这个宅院上面都会，如果你要敲门，上面你们会看到这个门环，那你敲门的时候就叩叩去敲那个门环，把这个门环拉起来，再撞一下那个门，叩叩叩。所以当你到了中国，有时候你会看到这种比较老旧古老的建筑，可能是一个宅院，这个时候呢，对，很好，林子打出来了，可能是一个宅院，它可能是很豪华的宅院，你不用用手叩叩叩敲门，不需要，它上面有一个门环，你就拉门环叩去撞那个门，叩叩叩啊，敲门的方式是这样子。有人在吗？叩叩叩啊，这种感觉啊，这个叫门环啊，门环。好，那下一次啊，你到中国或在台湾，可能你在香港都会看到这样的一个东西，你不要觉得很奇怪，这是什么东西？这个我们中文叫门环，门环。门铃，门铃当然是现代的门铃哈，以前都是用这种东西敲门哦。好 ，OK， 敲门用的啊，告诉里面的主人说，哎，有客人来了，有客人来了啊，门环。好 ，OK， 我们再往下看。好，那关于这个环哦，还有很多意思。那常常我们会用环游，就是 travel around， 就是在一个地方旅行。你在这个地方旅行，你可能到一个国家，你会到这个国家的各个地方去旅行，我们就可以说环游啊。这个我们最常说的叫环游世界，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到世界上的几乎是每一个国家，你都去拜访，你都去旅游，这个我们中文叫环游世界。月莹说包青天的电影有出现这种门环，就是所以那是比较古老的一种东西啊。环游世界，各位同学，你有没有环游过世界呢？如果你很喜欢旅行，你希望到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去走一走，那么我们中文可以说环游世界。环游城市一般不会这样说，一般我们就是一个固定的用法，我们会说环游世界。
环游世界，我们不说环游城市，很奇怪，有点奇怪啊。好，再来，如果你要去旅游的地方是一个 island， 是一个岛，像台湾就是一座岛，对不对？你希望到台湾，你希望在台湾绕一圈，你到台湾的每一个城市，你都想去旅游，去走一走，去观光。那么这种行为，你可以说环岛，环岛啊。所以我们中文可以说环岛，也可以说环游世界啊。好，所以这个2个词汇，请你们稍微注意一下啊。好，环岛，如果你要去旅游的地方是一个岛，然后呢，你绕了一圈，你就可以说我正在环岛。好，对，绕一圈啊，环岛旅行非常好 ，like island round trip 啊。好，林子想要挑战环岛，对不对啊？很好。好，再来，如果你们看过一些运动的比赛哦，你们一定知道这一个运动项目哦，这个项目叫吊环，你们应该看过，对不对？哇，那个运动员的力量很大，他的手臂力量很大，他抓住吊环，哇，他可以做很漂亮、很美丽的姿势，很帅的姿势啊，这个叫吊环，它是一个奥运项目。应该算是体操的项目吧，啊，体操的项目啊。好，你们应该没有人会吊环吧？太难了，对不对？哇，这个一定太难了哦。好，对，也不可能去全世界的每一个国家去旅游，所以他的意思就是你几乎你去过很多国家，环游世界的意思可以是这样。不一定真的每一个国家，你去过很多很多国家就可以了哦。好，老师再念一次哦：环游世界、环岛、吊环、吊环。好 ，OK， 广告时间。环国我们不说环国，不说环国。有一部电影叫《环太平洋》，我忘记了英文是什么 ，Pacific。我不晓得什么什么 Pacific， 有一部电影叫环太平洋，所以你就知道它的意思就是太平洋的周围的意思，那种感觉啊。好的，广告时间，请帮老师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每个月$2可以请老师喝咖啡，谢谢大家的支持哦。好，那么我们再往下看，环还有很多的用法。那么老师告诉你有哪些用法哦？第一个叫环视或环顾。如果我们在谈一个话题，可以说我们谈环，不可以，我们不这样说哦。谈环问，白兰我们没有这样的表达，事情很难解决，不会哦。好，那么老师现在介绍一些常用的跟环有关系的词汇。第一个叫环视，我们知道环的意思之后，你就可以了解环有一点是 loop or around 的意思哦。所以环视就是你东看看西看看，你四周围都看一看，叫环视。比如说你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你可能会环视一下，因为你不晓得这里有什么，你会到处观察，你会环视，到处看一下，叫环视哦。所以如果你说环视，你可能是这样看一遍，这样看一遍。好，你也可以说环顾，环视跟环顾的意思是一样的，就是你到了一个地方之后，你左看看，右看看，前看看，后看看，你环视了一遍，你想要知道这里有什么啊？好，这个叫环视。比如说，我到了这个房间之后，我环视了一遍啊，对，到处观察的意思哦。好，再来第二个动词叫做环抱，很简单，这个意思你们懂了，对不对？环抱就是你用双手把人家圈起来，抱起来。
那么你会环抱一个人，表示你可能很久没有看到他了，或者你很爱他，所以你会用双手把这个人给圈起来，抱起来，这个叫环抱。环抱哦，好 ，survey， 我觉得是 look around， 不是 survey 的意思，我觉得是 look around。它强调的是你左看看，右看看啊，好，左看看，东看看，看一遍。哦，你可能人不动，我觉得环视比较像是你人不动，你这样子看一遍，这个叫环视。一般来讲是人不动，然后你看了一遍，环视了一遍啊。好 ，OK， 好，这个环抱，再来巡视有巡视你就会动了。巡视一般来讲，你会在一个地方去检查一下。这里安不安全，或者是这里是你可能是一个警卫或保全，你会巡视一下，东看看西看看，你要看有没有不该在这里的人在这里，或者是你要负责这里的安全，那么你会巡视你会来回的看一下survey 是调查，对 survey 调查。好，再来环节，这是一个名词哦。环节就是一个事物或一个节目重要的地方，环节这个我们中文常常讲环节，指的是一个过程里面的重要的一个部分叫环节。比如说理查老师直播课里有一个环节，有一个part， 有一个环节，就是老师会告诉你们，你们要支持理查老师，要点赞、分享、订阅老师每一次上直播课都有这个环节。好，老师每一次讲中文故事的时候，都有3个问题这样的环节。I have this part. I have 3 questions for you when I tell you a story.老师讲中文故事的时候，都有要你们回答问题的环节。老师在上中文故事的课的时候，都有词汇这个环节所以环节就是一个过程中重要的部分，叫环节好 ，OK。蓝墨，环抱不是名词哦，环抱是动词。所以你不能说妈妈经常给孩子很大的环抱，不可以，因为环抱是动词。你可以说妈妈常常环抱妈妈常常环抱孩子，可以，妈妈常常环抱孩子。好 ，OK， 对，问答环节可以森杰问说怀抱跟环抱跟怀抱有很大的不同怀抱可能指的是你的抱负吧，你的 ambition 怀抱是你的 ambition。怀抱，我把它抱在怀里，怀抱应该也有 ambition 的意思了我查一下，怀抱，对不对？怀抱我觉得有 ambition 的意思怀抱可以当名词可以当名词，比如说他靠在我的怀抱里，所以怀抱就是一个名词，就是你的 hug，a hug，OK， 所以你可以说这个女人靠在她的怀抱里，所以怀抱比较像是你抱起来的这个部分，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就是你的怀抱，她靠在我的怀抱里怀抱里好 ，OK。环节是规程，不是我们中文不讲规程吧？一个部分，一个过程的部分，某一个部分眼镜哥，好 ，OK， 我们往下看，老师再念一次好了环视、环顾环抱、环节。好 ，OK， 我们再往下看好，我们来练习一下。他进屋后，一下了
客厅，环视。好，老师刚刚说过了哦，环视一般是你站着不动，左看看，右看看，你想要知道这个地方有什么，所以你左看看，右看看。所以你看这张照片，这个男人进屋后，他东看看，西看看，他环顾，环顾，的感觉。好，这题的答案是什么？好，答对了。他进屋后环视了一下客厅，答对了。好，他进屋 enter the house 进屋，他进屋后环视了一下客厅，答对了。他进屋后，所以各位同学，这个例句相信可以让你更了解环视的意思。一般就是你到了一个地方，你可能对这个地方不熟悉，所以你就不动了，你东看看西看看，看看这里有什么，你想了解这个地方里面有什么好，所以你会做环视的动作好 OK。 好，我们往下看来，我们再做最后一题环抱老师刚刚讲环抱有这个意思，人用双手圈住另外一个人。环抱有第二个意思，它讲的是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被另外一个地形给包围住了。这里的环抱比较像是 surround 包围的意思。好，有没有人知道包围怎么写这里的环抱是指一个地理的状况，一个地方被另外一个地方给包围住了。我们中文可以用环抱，对，答对了 Mandarin 包围。所以一个地方被另外一个地方给围住了，包围住了，这个时候你也可以用环抱，特别用在地理位置上面好，在这里我们用的是 surround 环抱，听起来蛮诗意的如果你用这个表达，听起来很诗意 poetic 好，小村庄 small village 小村庄，这高山环抱。那你们看这张图，村庄的外围是不是有很多很多的山？好像山把它抱住了，好像是高山把村庄抱住的感觉所以这里的环抱指的是包围。好，高山环抱着小村庄。如果你用这样的中文句子，哇，我听起来觉得很诗意 very poetic， 很诗意的感觉。高山环抱着小村庄，答对了，高山环抱着小村庄。所以环抱我们用在这里是一个非常棒的表达，很棒，非常高水平的表达表示你的中文很好环抱的第二个意思就是包围的意思好的感觉就是很好很漂亮的感觉，形容一个美景的感觉对，诗意。好 OK， 那么今天的课就到这了。当然我们今天讲的这些词汇还有很多很多的用法那么我们接下来的几堂课老师都会告诉你环还有哪些不同的用法。那今天呢只是大概的介绍一下而已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老师我还是不会用怎么办？我不懂，我还是不会用你先知道一下它基本的意思就好了，不用担心，因为以后你遇到这些词汇你就知道环的基本意思好 OK， 那么我们明天见，明天是我们的说故事时间，喜欢听故事的朋友明天记得来上课 OK， 拜拜Kiki 说我一进来就结束了下次早点来